当你开枪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就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同样，当你开炮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是不是也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呢？问题是有那么大的消音器吗？还真有啊，不信你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接着讲榴弹炮上那些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照片中装着炮口消音器的是一台德军的 M109G 自行榴弹炮，这是西方一种非常常见的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武器。为了将弹雨更有效地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呢，它拥有相对较长的炮管和较高的炮口出速度，同时呢还可以装入多份的推进药来进一步的提高炮弹的射程。但结果就是动静相当大。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动静呢？消音器可以吗？在说可不可以之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枪炮射击时之所以会发出巨大的噪声，主要有3块来源。一是伴随子弹飞出枪口的大量火药燃气突然膨胀时发出的爆鸣声，二是子弹超音速飞行时发出的音爆声，三是各个部件之间的机械撞击声。其中第一项带来的噪音最大，也正是消音器试图要抑制的对象了。它采用的基本原理就是让火药燃气不是在枪口突然喷发膨胀，而是逐级扩散消耗的。为此呢，消音器通常有这样几个结构类型：一个是利用隔板，在这样的消音器里面有很多个或垂直或倾斜或呈现出碗状的隔板依次排列，它们由金属或者是橡胶制成，只在中间留出能够让子弹通过的小孔。于是原本跟着子弹一起前进的高压燃气就这样被一级级的阻挡了下来，同时还能形成涡流，进一步的减缓冲击的速度。等膨胀到最后从消音器的出口挤出来时，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声音自然也就小了。第二种类型是在材料上下功夫，可以利用多孔的材料，比如缠绕的钢丝网或者是铝屑填充层，利用它们之间的缝隙来增大火药燃气膨胀的阻力，从而减缓冲击速度，吸收多余能量，降低出口噪音。第三种是直接使用密封垫来阻挡燃气的，它是最简单干脆的，就是在消音器的圆筒里面塞进去数层用橡胶、泡沫等材料制成的密封垫，中间开小孔，甚至是不开孔，让子弹和燃气硬生生的从中间挤过去。燃气的速度是降低了，但对子弹的速度也有影响啊。而且用过几次之后呢，密封垫中间的开孔也被撑大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通常不会单独使用它。实际上，现代武器上的消音器一般都是以上这3种形式的组合，以便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但这里通常有个误会哦，都是被影视剧给骗的。你以为装上消音器的手枪在开枪时只会发出啾啾啾的声音吧？但其实根本不是的，它的响声依然可以惊动邻居。消音器最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保护射手的耳朵的，所以榴弹炮上的消音器是为了保护谁呢？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位置遭到暴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投诉，不被远在1英里外的民众投诉。是的，欧洲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从德国梅彭市的市中心只需要走上1英里就能够来到陆军射击场了，而响彻天际的开炮声只需要用5秒钟就传到了正坐在小广场上享受着啤酒的人们的耳朵里面了。请问他们的内心还能够继续淡定吗？但士兵不能不训练啊，要训练就要开炮，要开炮就有噪音，有噪音嘛，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台巨无霸消音器了。至于它内部结构长啥样呢？我也不知道，但从它造价20万美元来看，应该用上了不少的好东西吧。好了，这大概算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贵的消音器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关于地震，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建成的大陆地震预警网，所以在地震来袭的时候，能够抢到一点点的宝贵的先机，从几秒到几十秒不等。比如此前在唐山发生的5.1级余震时，很多身处河北、天津和北京的朋友就收到过这样的地震预警信息。而根据研究表明，当预警时间为3秒时，可以减少伤亡14%；时间为10秒时，可以减少伤亡39%；时间为20秒时，减少的伤亡则可以高达63%。所以这自然是个好消息。而坏消息是，想要彻底的避免伤亡，我们需要至少提前2天时间知道地震的准确预报。对了，是预报而不是预警。但时至今日啊，
地震预报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地震这个话题。为什么警报相对容易，而预报却难比登天呢？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做到地震预报？除了做到预报，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减少地震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搬好小板凳，我们现在就开始。先简单介绍一下地震本身。地震是地壳岩石断裂或者错位后，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能量的结果。这种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从震中向四周辐射，当到达某处时，就会在那儿造成破坏。所以它是有点像水波逐渐扩散开去的，就让受影响的区域有了先后之分，离得越近的地方就越早感受到地震，而离得越远则越晚感受到地震。我们当然是可以据此来建立起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使远离震中的人们有更多的准备时间。但这听上去怎么都像是在碰运气。要是你恰好就位于震中附近呢，就要自认倒霉吗？的确是有些不幸啊，但好在地震预警系统仍然帮你找到了一些钻空子的时间。它是这样做的：地震发生时产生的地震波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重波，一种叫做横波。重波靠挤压传递，速度快，震动小；而横波靠剪切传递，速度慢，震动大。对地面造成主要破坏的就是它了。由于它俩速度的不同啊，就能让我们先监测到没有什么破坏力的重波，并立刻对该地震的相关数据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比如发震时刻、震源位置、震中烈度等等。同时预测地震对周边区域的影响，随后发出警报。虽然争取的时间不多啊，但在关键的时刻已经足以决定命运了。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未卜先知嘛，就像是天气预报那样。早些年呢，我自己都还经常吐槽天气预报不太靠谱，说下雨反倒是晴天了。现在可不一样啊，别说未来1周的天气都能给你个大概，近到24小时之内，甚至连每个小时天上会干些什么都会八九不离十的告诉你。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技术进步啊，这就让我不解了。同样是预测，怎么在地震方面就一点进步没有呢？这不科学啊。实际上还真怪不了科学。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实就明白了。如今人类的飞行器在天上飞过的最远的距离已经超过200亿公里了，而我们朝地底下挖过最深的洞才不过12公里。只有前者的0.000000006，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往下看真的比登天还难。而地震的成因就在这个比登天还要难的地方，多给科学家一些时间不是应该的吗？而且看起来他们离目标似乎也不那么远了。通常情况下，研究地震的科学家会不间断地收集和监测地壳断层运动所产生出来的能量辐射，但由于太多的地底运动都在同时发生，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也就无从将单个的地震从其中识别出来。这多少让这件事情变得有些缺少意义了。但最近啊，有一些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获得了突破。他们通过在实验室中模拟地壳断层的运动，将完整的数据输入到一个机器学习的智能算法中，让算法来分析接收到的能量与对应的断层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找到并学习其中的模式。在大量的训练之后，这个算法就真的能够在众多的背景杂音中找到所对应的关键线索，准确地预测出下一次的地震将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实验室中的地震。那么来到现实，这个算法是否也依然有效呢？因为一个常规的地震是很难碰到的，所以你不能拿它来做实验。科学家们于是就找到了另外一种非常特殊的地震来测试他们的算法。这种地震叫做慢地震，是断层之间非常缓慢的滑动的结果。不同于常规地震在瞬间就会将大量的能量释放出来，慢地震释放能量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可以长达数周甚至是数月，所以比较容易监测，也很适合用它的数据来训练算法。你猜怎么着？果然有用啊！它居然也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下一次断层滑动的时间点，太鼓舞人心了。当然，在投入实际应用之前，这个方法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与验证，而且时间不会短。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同时也看到了人工智能更加积极的一面。好了，说完了预警和预测，我们再来看看跟地震正面硬杠有没有可能。毕竟预测的再好，我们可以跑，但我们的家园没法跑吗？想要保住家园，就得要在抗震方面狠下功夫。
我来介绍几种，它们有的已经被我们用上了，有的则是未来的应用方向。第一种是使用阻尼器，最有名的一个大概要数台北101大楼上面那个重达680吨的顶楼神球了，标准称呼应该是风阻尼器或者是协调质量阻尼器，它既可以用来对付台风，也可以用来应对地震，因为二者作用在大楼上的结果都是使其摆动嘛。此时呢，阻尼器干的事情就是朝相反的方向摆动，把多余的能量吸收消耗掉。听起来可能有些神，但实际站到它面前去看一看，就相信它的确是有这个能耐了。第二种就是装到脚底下的减震器，这个似乎不用我解释了，因为它跟汽车的减震原理很像嘛。说白了就是在地震来临时，让减震器承担更多的晃动，从而使上面的建筑物相对来说岁月静好。吃过史上最大地震亏的智利，在很多重要的建筑底下呢，都是装有这样的装置的。第三种是个理论，想想前面两个都是要在盖新楼的时候加在上面的，要是一些已经存在的老建筑，而且还是一些极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而且这些古建筑还不止一栋，而是一群，怎么抗震呢？那就是把阻尼器装在箱子里面，然后埋到这些建筑的旁边。在地震来袭时，它至少可以将这个小范围内的震动减少一些。当然，埋在地底的阻尼器具体要做多大，得要根据需要它保护的建筑物的面积、高度、重量和当地的地震活动规模来定了。目前应该还没有实例。最后介绍一种比较魔幻的，从它的名字里面咱们就能感受到地震隐形斗篷。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建筑物在地震看来是隐形的。怎么做呢？就是通过在建筑物周围埋上几层大约1米深的同心圆圆环来实现的。这些圆环由混凝土和塑料制成，每层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而且越往里用的材料也就越软。原理是这样的，地震波很容易穿透较硬的材料，而不容易穿透较软的材料，所以在想要经过这片区域时，一旦它碰到了里面较软的材料，就会想也不想的偏转返回到较硬的材料这边来，绕道而行，也是个爱偷懒的玩意儿。这样的结果就是最中间的建筑物仿佛是隐形了一般，完全不受地震的影响了。这个我倒是很期待，听上去既简单又高效，赶紧实际应用来一波吧。最后，你还知道哪些抗震的黑科技呢？留言分享给大家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万万没想到在珠海航展上竟然把我们最新的枪械一个个都摸了个遍。摸着摸着有个问题就涌上了心头，那就是瞄准器它都是在枪管的上方，而且有的还挺高的。即使我3点一线把目标给瞄准了，但其实枪口对着的并不是这条线啊，它到底是怎么做到打过去就正好落在了准心上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瞄准线也就是眼睛、照门、准心和目标之间的连线，同下面这根枪管的延长线，也就是射击线之间呢，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虽然它们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似乎是平行的才对但是呢，这两者却是有一定的夹角的。简单来说枪管延长出去的射击线会比瞄准线略微上翘，这是为了消除子弹的抛物线运动对于射击精度所造成的影响。还是上图会看得更明白一些。图中的红线呢是瞄准线，由于只是一根假想线，所以不会受到物理世界的影响，一路出去都是笔直的。而黑色的线呢，就是子弹打出去的轨迹线了，它会是一条明显的抛物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2个信息，一个是它出膛的时候呢，就是往上走的，说明射击线同瞄准线之间是有夹角存在的。第二个是它同红色的瞄准线之间呢有2个交叉点，图中2个交叉点的位置呢分别是在30米和200米。这就说明如果这把枪瞄准的正好是30米或者是200米距离上面的目标的话，那么子弹飞过去落在的地方就正好和你瞄准的地方重合了，打的是相当准但如果你瞄准目标是在30到200米之间的话，那么你打的就偏高了。比方说100米的位置上呢，偏高达到了8厘米。而如果你瞄准的目标是在200米开外的话，那么打的就偏低了。你看到了300米的地方呢，已经偏低30厘米了，肯定就脱靶了嘛。所以看到这儿呢，我的第一个疑惑已经解开了，那就是之所以抬高的瞄准器不会影响到射击精度，是因为子弹它是向上射出去的，是被抛到目标上去的。但是这又引出了第2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总是打30米或者200米上的目标要是距离不满足，该怎么调整呢？
这就是表尺要做的事情了。想象一下，想要让子弹的轨迹线在100米的距离上同瞄准线重合起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之前在100米上，它是比瞄准线高了8厘米，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只需要将枪管抬得低一些，减小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就能够让子弹在飞到100米的时候正好落在瞄准线上了呢？就像这样一样。同理啊，如果想要击中300米处的目标，那把原本已经矮了30厘米的枪口抬高，加大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是不是也就完美解决问题了呢？所以表尺要做的就是能够依据目标位置来自由的调整瞄准线与射击线之间的夹角。该怎么做呢？拿最直观的立框式表尺来举例啊，在它立起来的框架里面呢，有一个能够上下移动的罩门。当把罩门放到最上面瞄出去呢，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所形成的夹角自然就是最大的状态了，所以它瞄准的就是最远的目标。比方说这个表尺上标注的数字15呢，就表示着1500码的距离，大约是1400米不到。对于步枪来说呢，已经非常远了。而如果把罩门放到最低的地方瞄出去呢，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就会非常小了。此时瞄准的就是100码，91米处很近的目标了。基本上呢，瞄准就是这么回事了。看起来再高级的设备呢，底层逻辑也就是这样的，只是会更加方便与精确而已。比如你们仔细观察这个立框式的表尺，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明显的 bug 呢？就是距离越近啊，刻度之间的间隔也越窄，反过来距离越远，刻度的间隔也越大。这是因为子弹在空气中飞行时，受空气阻力的影响，射击距离的增加量同枪口抬高角度的增加量不是个等比例的关系啊。随着子弹飞得越远，你想要让它飞得更远呢，枪口的抬高量还得要更大才行。但这无形中增加了调整表尺的难度，因为间隔并不是平均的嘛，尤其是那些距离近的刻度那么密，很容易就把罩门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这在战场上慌乱之下是太容易发生了嘛。所以呢，怎么解决呢？用弧形表尺啊。表尺躺下来，上面均分刻度，再套一个可以前后滑动的垫块，而每个刻度所对应的不同高度呢，则由垫块下面的弧形底座给撑起来。你看它是这么工作的，所以就不容易再弄错了嘛。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捕食者无人机螺旋桨放在后面，喷火式战斗机螺旋桨放在前面，亚当 A500一前一后都放着螺旋桨，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螺旋桨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呢？这对飞机的飞行来说有区别吗？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先说结论啊，有区别，而区别在哪儿呢？我们这就展开啊。先来确定一个概念，那就是根据螺旋桨位置不同和作用的不同，它们分别被叫做拉动式、推动式和推拉式。你能把它们各自的螺旋桨位置对应起来吗？其实很简单啊，螺旋桨在前面时呢，感觉就像是在拉着飞机跑，所以它就是拉动式；推动式就是螺旋桨放在后面推着飞机跑的模式了。至于推拉式，根据这个逻辑，咱们也应该都知道了吧？好，那就一个个来讲了。拉动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设计简单，制造省钱。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来说啊，螺旋桨在哪儿，就把发动机也放在哪儿，是最经济实用的选择了。如果中间搞出一大堆复杂的传动机构，既增加重量又增加成本，是没有几架飞机会这么干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对飞机上最重的大活宝究竟该放在哪儿，才能最有利于飞机的飞行稳定呢？答案就是在重心附近。飞机的重心一般都是位于机翼附近，而机翼为了能够拉开同尾翼之间的距离，以制造出足够的操纵力臂，所以位置一般都是比较靠前的。那么把螺旋桨带发动机放在前面，就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操作了。基本上这样做之后呢，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重心不稳定方面的顾虑了，自然是省了很多的事和很多的钱，看起来很好，对吧？但其实它的缺点都隐藏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最重要的一个引擎效率不够高，因为被螺旋桨推向后方用来产生反作用的力，会一路撞上很多的障碍物，发动机、机翼、驾驶舱、尾翼等等，使原本的力量被大大的削弱了。为了改进这一点呢，就需要换上更大的螺旋桨和更强劲的引擎，但是这又增加了飞机的整体重量，所以相当的尴尬，只能折中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将就了。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缺点是，因为整架飞机都位于螺旋桨所造成的空气湍流之后，就会让它经受更为明显的震动影响，而且随着飞行速度和风速的变化，这种震动也在随时变化，并随时对飞机的飞行稳定性造成
成影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能够察觉到这些改变，并主动做出调整来稳住飞机。但对于下面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需要自动驾驶的无人机来说呢，就很难去适应和调整了。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感觉的东西，你要用代码把它写出来，还真是不太现实啊。好了，正好我们就借此来切换到讲推动式的螺旋桨布局方式了。它有什么好处呢？接着前面的讲啊，就是由于螺旋桨这个时候放在机身后面了，它推出的空气谁也碰不到了，一是大大增加了引擎的效率，加同样多的油可以飞更远的距离，推动同样大的飞机呢，可以用更小更轻的引擎。二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湍流对于机身的影响也就不再有了，所以飞行的稳定性更高，也让自动驾驶更容易实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捕食者要选择将螺旋桨放在后面的原因了。其实不止捕食者啊，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这么干的。当然，螺旋桨放在后面对这些侦察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那就是把头上面空出来了，不管是装上眼睛还是安上雷达，都有了最好的视野。同理啊，对于观光用的飞机来说呢，也是可以装上360度无死角的透明座舱了。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就是滑流效应消失了。什么是滑流效应呢？就是当螺旋桨转动起来之后，它会把空气也带着转动起来，所以如果把螺旋桨放在前面，就等于是它推出的空气不仅是在往后跑，还是在绕着机身往后跑。当绕来碰上垂直尾翼的时候呢，就会给它一个侧向的力，让飞机偏离原来的航向。于是飞行员就要不停地跟这个滑流效应做斗争，不停地补偿飞机的偏航，大大增加了操纵的难度。但是你想啊，推动式就没有这个烦恼了，飞机的控制面都是在这段绕圈圈的气流前面，一点影响都碰不到嘛。但只有好处吗？缺点依然多多。咱们捡重点来说啊，一个是虽然螺旋桨造成的湍流影响不到机身了，但这回螺旋桨自己却被湍流影响到了，因为进入螺旋桨的气流都是先经过了机翼或者尾翼的扰动了的，所以就会让它自身的震动变得明显。尤其是那些装在机翼后面的螺旋桨更是遭殃，因为从机翼上表面和下表面吹过来的风速度还都不一样，震动就更加剧烈了。这样的话，就对连接它们的机身结构强度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怪不得早期很少有人敢去尝试了。第二个问题啊，由于螺旋桨和发动机都放在了后面，所以重心自然就靠后了。为了平衡啊，机翼的位置呢也必须要往后调，结果就是机翼和尾翼靠得太近，力臂变小了，飞机的控制性和稳定性开始减弱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引入压翼来辅助了。但压翼是一个静不稳定的结构，也就意味着你要是不能一直去微调和控制它的话，飞机是不会自己稳定下来的。当然，现在我们有了飞控电脑，可以交给它来自动控制。但是放在以前呢，又是一个阻止工程师去尝试推动式布局的门槛了。剩下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啊，比如螺旋桨在后，就让飞行员的弹射逃生变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原本可以依靠螺旋桨来自动降温的发动机呢，现在变到螺旋桨的前面去了，于是散热也就成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比如起飞和降落时都容易屁股朝下，螺旋桨因此也更容易遭到损坏等等。当然这些问题到了现在呢，也都是有解决方案的，无非是麻烦点罢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能理解了啊，到底是把螺旋桨放在前面还是后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对错的，这跟时代、用途、经济都是有关系的，在最适合的地方用最适合的设计才是有意义的。对了，还差一样没错，那就是前后都有螺旋桨的推拉式了，它又凭什么存在呢？我觉得啊，它应该是结合了一些前两者的优点，并尽可能去掉它们的缺点的产物。比方说啊，重心你现在是不用担心了，湍流影响也肯定是减小了，前拉后推效率也是增加了。最主要的是啊，可以克服只有一台螺旋桨带来的一个致命问题。转矩，就是螺旋桨总是想把机身朝相反的方向转过去的趋势，这很危险啊。而两个螺旋桨朝不同方向旋转呢，正好就抵消了这个力矩。所以我想啊，这个可能是推拉式很重要的一点了。好了，我是火箭叔，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留言跟我互动吧。二战中，不管是盟军还是德军，都往对方城市上空投下了数氢的炸弹。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投弹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瞄准？又该如何瞄准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先来回答第一点，要不要瞄准？肯定是要的呀，或者咱们可以这样说，肯定是想要瞄准的呀。谁家的炸弹都是花钱买的，当然希望把它投在性价比最高的目标上啦，比方说工厂、铁路和桥梁等等。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怎么瞄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困扰着空军最大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由于缺少有效的瞄准镜，采用水平轰炸的高空轰炸机只能依靠投弹的密度来抵消精度，冒着极大的风险却收效甚微，这可急坏了各家的空军，于是纷纷提着钱袋子满世界的寻找能够设计出靠谱的轰炸机瞄准器的高人。很多的高人也都站出来尝试了，但就是解决不了。直到卡尔诺顿的出现，这个精于制作精细机械的瑞士人，恰恰也是个极其有爱的人。他想啊，这瞄不准目标的炸弹，随便的就这么往下扔，得要伤及多少的无辜性命啊！哪怕是没有伤到性命，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所以我来。于是啊，一个重约20公斤、设计极其精良的诺顿 Mk15型投弹瞄准器横空出世了。它有多厉害呢？2个证明啊，一个是诺顿自己说的，用了这台瞄准器可以准确的把炸弹从5000米的空中丢到泡菜桶里面去，这个好像有点水分啊。但另外一个就是实打实的啊，美军为了研发诺顿的这台瞄准器呢，居然愿意掏出15亿美元。要知道啊，整个曼哈顿计划的投入也不过才30亿美元，一颗原子弹顶2台瞄准器，你就能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台瞄准器了吧？那我们必须要好好讲讲它。一套完整的诺顿瞄准器有2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稳定器和瞄准器。稳定器一方面利用陀螺仪来让自己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另一方面则通过与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联合工作，修正左右转向所带来的偏角，从而让安装在它上面的瞄准器呢始终都能对准同一个方向。当投弹手需要瞄准目标的时候啊，它会旋转位于瞄准器下方的反光镜，使十字中心正好与目标重合。由于飞机在前进，所以目标肯定是会跑掉的。为了把它始终锁定在中心呢，下面这个反光镜实际上是需要不停旋转的。当然，它会自动旋转。投弹手所要做的就是把它调整到一个准确的旋转速度上。接下来就要做一些物理运算了啊。假设需要轰炸的目标位于 A， 轰炸机的飞行高度是 h， 理想情况下丢下一颗炸弹，它会用根号 2h 除以 g 的时间落到地面。但空气是有阻力的，而每一种炸弹由于外形的不同所受到的阻力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能这么算。还好，空军之前已经做过实际的实验了，所以也就有了各种炸弹在不同高度落下来所需要花的时间的数据。用这个时间乘以轰炸机的地面速度，就可以得到从投弹时到炸弹接触地面爆炸时，轰炸机飞过距离的地面投影了。这个叫做整体范围。这个整体范围跟炸弹飞过的实际范围有什么关系呢？按理说啊，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是相等的，但还是由于空气阻力，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是要小于整体范围的。也就是说，当炸弹爆炸的时候呢，轰炸机其实已经离线飞出去一段距离了。这个距离跟轰炸机的空速有关，也是个常数，叫做足迹范围。投弹手只需要在表格里面找到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所以整体范围减去足迹范围之后，才是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现在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够计算出投弹时瞄准镜下方那面反光镜的正确夹角是多少了。诺顿瞄准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飞机朝目标直线飞过去，然后当反光镜夹角正好等于计算结果时，触发投弹机构自动完成投弹。不管你有没有听懂啊，但至少呢听起来也好像值15亿的样子，对不对？那它的实战效果能与之匹配吗？完全不能。首先，它故障频繁。而且由于它里面装的满满的都是精密部件，一旦出现故障，想要快速修复绝无可能。其次诺顿承诺的泡菜桶精度是在理论条件下计算出来的。他假设飞机是在低空低速投弹，但战场上怎么个低空低速呢？比如装着诺顿瞄准器的 B-17全都执行的是高空轰炸，所以准确率相当的感人。另外，投弹手在这样的高度下还必须要目视目标，你把云放哪儿去了？盟军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他们训练和使用诺顿瞄准器时都是在美国中部干燥无风的沙漠里面进行的，而欧洲的上空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1944年，盟军轰炸位于洛伊纳的化工厂，工厂占地757公顷，目标够大吧？在22轮轰炸任务中，飞机都配备了诺顿瞄准器，并且投下了85000枚炸弹，你猜命中的有多少？10%，而且这10%的炸弹里面又有16%是哑弹。于是，在遭受多次猛烈攻击之后，这所工厂在几个星期内又开工了，非常的讽刺。但其实更讽刺的是诺顿设计出瞄准器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精确打击，以减少无辜伤亡。但1945年8月6日，一名叫做伊洛纳盖的 B-29轰炸机投弹手正是使用了诺顿瞄准器瞄准广岛，投下人类第一枚原子弹的。这件事并没有人告诉卡尔诺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这两只鸽子怎么都想不到，下一秒天堂变地狱。仔细看啊！打扰他们的是一枚从美军基德号驱逐舰上发射的最新型战斧式巡航导弹了。它应该没有装上战斗部，否则两只鸽子呢就只能去见阎王爷了。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它俩似乎是躲过了一劫，但其实这一劫本来就不该来的，因为战斧式巡航导弹或者说所有的巡航导弹通常打的都是陆地上的静止目标，至于海上的目标嘛，它根本就不擅长。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听我讲完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你就明白了。拿战斧式巡航导弹举例，它采用的是结合了惯性制导、GPS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和数字场景匹配制导等手段的一套复合制导方式。我们一个个来说。惯性制导呢，通常用的是陀螺仪、加速度仪等设备来测量导弹的实时飞行参数，并拿它跟预先设定好的飞行参数做对比，不断的调整和修正，进而控制导弹飞向目标的。举个例子，你会更加明白啊。这有点像是你给一个不知道你家在哪儿的朋友指路。你不会告诉他你家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告诉他了他也不一定知道嘛，而是从他的起点位置告诉他走多远就该朝哪个方向拐弯了，接着再走多远再怎么拐之类的，于是呢他也就能够老老实实的照着你给他的指令一步步的朝你家接近了。至于到底能不能准确的到达呢，取决于你的描述精度和他的理解能力，以及他对自己每一个所处位置的正确判断了。所以啊，换到导弹上面的惯性制导上呢，仪表的误差就是决定最终精度的关键了。虽然我们已经越做越好，但是想要完全避免仍然是天方夜谭啊。而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误差是会积累的。所以单靠惯性制导的尴尬就是打得越远，偏得越多啊。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能够在中间帮助它修正的方法了。GPS 制导算是一个，当然咱们自己的呢就是北斗嘛，靠卫星进行精确定位，这个咱们就不必多说了，谁还没有用过导航呢？是不是？虽然精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地形匹配制导。它靠的是装在导弹上的雷达，用实时测出来的地形数据去匹配事先已经输入到导弹计算机里面的地形参考数据，然后控制导弹一步步的追着这个参考结果去飞的，有点像是乐高机器人的巡线功能了。它是巡航导弹的专属，毕竟只有贴着地面飞呢，才能享受到看清地形的福利嘛。它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都可以用周围地形的垂直等高线来唯一确定的话，那么我只要去匹配这个特定的垂直等高线特征，不就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位置吗？于是啊，系统当中的雷达高度表、气压高度表、惯性测量装置和计算机就开始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了。雷达高度表呢，提供导弹的离地高度；气压高度表则测量导弹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两个信号在计算机里面再同惯性测量装置得出来的加速度数据综合一下，便产生出了极其精准的绝对高度信号。而把这个绝对高度信号减去离地高度信号，是不是就是等于指出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地形标高呢？是的啊，导弹正是拿这个测得的地形标高跟储存在计算机中的基准标高数据去匹配的。如果没有偏差就继续飞，如果有一定的偏差，那就调整姿态，重新回到准确的路线上去嘛。巡航导弹在飞行的途中啊，可能需要经过数十个这样的地形匹配点，以此不断修正自己的航向，最终才能提供出相当高的精度了。好了，就这么飞了一路，等来到末段准备要实施最终打击的时候呢，另一个更为精确的制导模式便开启了，它就是数字场景匹配制导。这个制导系统啊，使用位于巡航导弹头部的摄像机来实时的拍下地面的动态影像，并拿它来跟事先储存在导弹里面的画面做对比，就跟我们人眼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到了最终啊，你的朋友能够把手敲到你家的门上，不就是他看到的信息跟他得到的信息正好匹配上了吗？综上就是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制导全过程了。你可以发现啊，它就是为陆地目标而存在的嘛，什么地形匹配，什么数字场景匹配，到了瞬息万变的海面，不都是白瞎吗？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那两只无辜的鸽子呢，本不应受此一劫了。但是到了战斧的 Block 4版本，目前的承包商雷神公司呢，准备再从美国海军身上搜刮点银子出来，就整了一个针对海面移动目标的版本。它当然就需要再花点钱升级一套主动式雷达制导出来嘛。但是海军看了测试，惊得直呼好家伙，我要了！于是不仅追加了订单，还又继续坚定的把战斧升级到了 Block 5版本，计划一直威胁世界到2040年。对了，
我们也有长见识啊，不怕。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2排直径为3.6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 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2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6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2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时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不难看出来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可就来了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
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长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的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级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级，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级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激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作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也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到底是他启发了科幻，还是科幻启发了他？ F-14熊猫，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它。1981年的8月，2艘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弗瑞斯特和尼米兹开进了利比亚以北的地中海，那刚刚被利比亚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宣布为其领海范围。但美国人不同意，于是就有了以上2艘航母的闯入，以及每天从航母上起降的舰载机带来极具挑衅的空中巡逻了。哪一款舰载机呢？就是 F-14熊猫了。一开始双方的战斗机呢还只是隔空相望秀秀肌肉而已，直到一架利比亚的苏22实在是绷不住了，就朝着2架 F-14发射了导弹。这一发没有击中，但是却被当成 F-14实施震荡反击的最好理由了。实际上这正是美国在此钓鱼的全部目的了，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于是一枚 AIM-9 响尾蛇马上就从左边翼下的这个位置被发射了出去。它先是直扑目标，接着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准确地命中了苏22的尾部。一瞬间啊，浓烟冒起，飞机开始翻滚，飞行员也被迫弹射逃生了。就这样，美国海军最新一代的舰载机取得了他战斗生涯中的第一次空对空胜利。但其实 F-14 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飞机而存在的，它的诞生啊，有且只有一个目的，猎杀苏联的轰炸机。而这个目的既成就了熊猫，也毁灭了熊猫。那么一切都开始于1960年代啦。那会儿苏联人正在开发一系列可以从舰船、潜艇和飞机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呢，飞行速度很快，而且是在低空飞行，就使得它们成为了瞄准美国海军航母的理想选择了。只要数量足够多啊，他们就可以压倒当时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成为美国航母的噩梦了。而美国海军自己呢，还没有任何一款能够载上足够多火力、飞足够远，在苏联的导弹和飞机离航母群太近之前去拦截和摧毁他们的飞机。于是啊，海军迫切的就感到，一架能够从航母起飞完成以上任务的新的飞机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为什么说是新的飞机呢？因为其实空军有一架现成的，似乎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啊。
F111远程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带着可变后掠翼的它呢，可以飞出2.5马赫的最高速度，航程范围接近6000公里，能够带上14吨多的弹药，绝对啥都够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它太重了，根本就不可能在航母上飞起来和降下去嘛。开发商格鲁曼想要试着改一改，但却始终无法帮助他减肥成功，最终还是放弃了。干脆咱把他的几个特殊本领给继承过来，搬到一架全新设计的机身上算了。是的，这就是 F14了。而继承过来的不仅有那对最明显、最有特征的可变后掠翼，还有那2台专门为大载荷与高速度设计的 TF30发动机，和专为从190公里外就能锁定和干掉目标的 AWG-9X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系统和 AIM-54凤凰远程空攻导弹了。它们每一项都非常先进，甚至可以说远超其所在的时代。但是就好像是硬币有2面一样，好与坏是跟你要干什么有关的。下面我们就一边说它有多牛逼，一边说它有多糟糕了啊。首先是可变后掠翼，它可以在20到68度之间呢自由变化，从而让 F14在低速和高速下都能够获得最佳的飞行性能。不得不承认当它完全后掠变得像是一个箭头时呢，真的是帅爆了啊！而且它也有效到爆。由于此时的机翼面积已经尽可能的缩小了，所以带来的阻力也变到了最小，高速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了啊！海军说我们要它飞到2.34马赫，格鲁曼的工程师说不，2.34太慢了，2.5怎么样呢？实际上要是 F14能够一直服役到今天的话，连 F22和 F35都能被它甩出一大截呢。相比起其他固定翼的战斗机它不仅有着更高的最高速度，还有着更好的燃油经济性。而当要从航母上起飞或者降落到航母上时呢，机翼则又再次展开，扩大其表面积，以提供更大的升力。这样，即使把10个挂载点全部都挂满导弹，成为当时最重的舰载机，也能够轻松起降了。更厉害的地方是，格鲁曼的工程师下定了决心要让这个能够变化的机翼实现完全自动化。他们为其安装了一个系统，让它能够从外部传感器收集空速数据，并对机翼的后掠程度呢进行实时的调整，把飞行员的精力解放出来，专注到更为重要的任务当中。好嘛，先进到不行，对不对？但与之画上等号的就是复杂、沉重、昂贵和远超其他飞机的维护需求了。怎么个远超法呢？根据海军的估计熊猫每在空中飞行1个小时，就需要另外30到60个小时的维护才行啊。如果说这样的高昂开销在那个假想敌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是必须的投入的话，那么在1991年之后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嘛。可变后掠翼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其位置的调整是快速和自动的，但和熊猫一起训练的 F15、F16的飞行员很快就报告说他们似乎发现了 F14身上的一个重要的 bug，那就是机翼位置的变化有助于他们快速评估 F14正在以及即将要进行怎样的机动。这等于就是拳击赛场上你提前向对手释放出拳的信号一样嘛，不是很容易就被对方给拿捏的死死的了吗？这个隐患不可谓不严重啊。好，虽然它厉害的可变后掠翼，再来说说它厉害的发动机。熊猫很重，还要飞得很快，那当然是要装上厉害的发动机啦。因此，单台最高推力达到了25100磅的普惠 TF30就毫无争议的被装了上去。它的确很强大，但是却过于强大了，强大到只剩下强大了。推重的它没问题，因此放在轰炸机上非常合适。但推灵活的它就有点喘不上气了啊！当遇上飞机在进行大迎角机动时，这在空战当中呢相当常见，它就很容易出现压气机的失速和喘震，结果导致飞机失去动力。它不是有2台发动机吗？失去一台，至少还有另外一台嘛。相信我，就连阿汤哥也宁愿希望2台一起丢掉的。为了提供更大的升力和更多的武器运载空间，准确说是单枚就重约半吨的凤凰导弹，他把2台发动机呢隔着特别远来安放。这就意味着，要是失去其中一台的动力，另外一台将把飞机推向无法恢复的平旋状态，几乎注定就是坠毁了。于是 F14呢才被称为一架由2块垃圾驱动的漂亮飞机嘛。TF30的问题导致了40架 F14的损失。
当然也导致了海军一直就要想把它给换掉，换成后来的通用电气 F110。但实际上，一直到最后，由于预算的问题，还是有大约2/3的熊猫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心脏手术之前就被退役报废了。说到这儿呢，有个题外话，至少这个呢能让美国人得到一些安慰，因为他们当初出口给伊朗的 F14上面装着的还是原来这款不怎么靠谱的 TF30发动机了。所以在肠子都悔青了之后呢，他们一定非常希望伊朗的 F14发动机最好都挂掉算了。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 F14的退役生涯如此悲惨了，几乎一架不剩，全部都销毁掉了。那就是美国人很怕备件被伊朗给搞了回去嘛。好，还是说回到飞机本身啊，继可变后掠翼和发动机之后，还有啥是既厉害又糟糕的呢？就是它了 ，AIM-54凤凰空对空导弹以及与之配套的 AWG-9雷达系统。两者都很厉害啊 ！AGW-9雷达可以在190公里以外识别和跟踪多达6个目标。当挂满6枚凤凰导弹时 ，F14可以在38秒之内部署完所有武器，干掉6架不同方位的飞机。它在当时啊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对空武器啊，但是它又不是一枚真正的能够打飞机的武器，而是一枚只能打少数飞机的武器了。长4米、直径38厘米的凤凰导弹，虽然最大射程能够达到200公里，但其实只有前24公里是有动力的，剩下的路程靠的都是惯性了。于是这种打法呢，只适合对付那些大型的、移动缓慢的、由螺旋桨驱动的轰炸机了。你看，目标指向就非常明确了嘛，就是苏联的轰炸机。而对于速度更快、更加灵活的战斗机，它几乎就啥作用都没了。覆盖如此长的距离呢，只会给敌方战斗机提供太多的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并且采取足够有效的躲避行动。这是有实战案例的啊！1999年的1月份呢，2架 F14分别向2架伊拉克的米格25发射了1枚凤凰导弹，但均未命中。同年晚些时候，另一架 F14向一架米格23也发射了凤凰，但再次失手。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架 F14用其携带的凤凰导弹击落过任何的敌机，这难免就有些尴尬了啊！因为就像我们说油珠是围绕着机炮造出来的飞机一样 ，F14嘛，其实也是一架围绕着凤凰导弹造出来的飞机，但人家油珠的战机，算了，啥也不说了。所以苏联解体也间接解体了 F14，它很快就成为了一架没有战场的飞机了，加上又超级的贵，贵到要是换成今天的美元来计算的话，就连 F35的价格呢都是真香的。那还有什么继续维持下去的理由呢？它的确是很优秀，但是呢，它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